Hello， 宝子们！如果你想学一门新的外语或者提高你的英语，下定决心想努力肯付出，但是觉得没有方向、没有头绪，别怕啊，有姐在。如果你是这个频道的新粉，我是 Zoe， 德法社会学博士在读，会说7门语言。我自己呢也是油管上的语言博主，最近刚刚开了 B 站，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介绍视频。今天的视频是基于我多年学习语言的经验为大家整理的，目的是帮助大家建立自学思路和体系，让你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学习方向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请给我1键3连 OK， 直接进入正题。想要学一门外语，不是说 OK 我去报个班，去上个课，去下个 app 那么简单。如果真的想要学到一个好的水平，需要从一开始就要去注意以下3个方面：第一，建立学习体系；第二，培养学习习惯；第三，管理心态。我们会拆开来讲。建立学习体系3个关键点：第一，有效搜索和筛选学习资料；第二，筹备工具宜精不宜多；第三，设定现实可行的学习计划。拆开来讲，当我们想学一门语言，肯定很迷茫，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？我是该背单词呢，买书呢，上网课还是怎样 ？OK，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核心学习资料，它需要占到你日常学习计划的50%以上的比重。它可以是一套网课、一本书、一个 app， 但是这个核心学习资料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标准：每节课是否带有原声音频和视频，是否带有循序渐进的单词表，是否包含清晰的语法点。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标准去选择学习资料。如果你是学习语言的小白，想初步尝试，可以试试一些多语种的学习 app， 比如说多邻国、博数，先学一些入门基础。如果下定决心学了，可以再进一步搜索一些相关的网课或者教材。前期呢肯定会有些花时间，但是非常关键，需要大家搜索对比，找到自己喜欢的 app 或者教材。我也会出一些专项学习英语、法语、德语的视频。现在国内很多 app， 比如说每日英语听力、每日法语听力、每日德语听力，都会包含很多的教材。如果有更好的平台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，帮助其他语言学习者。大家可以去看看内容，选一套自己喜欢的，不要贪多，一开始一套就好，不要急着囤教材，跟着这个课程循序渐进学一段时间。但是呢，这个核心学习资料需要精听精读。什么是精听精读？需要搞清楚每一个生词，大声跟读，训练嘴部的肌肉和语感，然后再盖上文本，反复听，直到听到每个单词为止，训练听力。OK， 一篇课文我一般过5遍，第1遍边听边看课文热身，第2遍查词学语法点，第3遍逐句反复跟读，第4遍元素跟读，第5遍元素听。当然读和听的越多越熟练。第2个部分就是背单词，这个部分可以占到25%的学习比重。我建议大家消化自己核心学习资料的单词就可以了。什么西语助手、法语助手、德语助手都有相应教材的单词库，并配有发音。因为大家是在语境下学的单词，比如说一个对话或者课文，会比孤立的背单词更有效。我个人不提倡孤立的狂刷单词，死记硬背大量单词很容易 burn out， 而且很快就忘记了。如果你问我背词量具体多少合适，我会说看你的学习目标、时间和精力。上班作为学生的情况当然不一样，作为兴趣学习和要备考的情况当然也不一样。但是我的建议是宜精不宜多，而且贵在坚持。哪怕你每天只背5个单词，但是只要你坚持每天背，就可以看到进步，比你一口气背50个单词但是不消化且不坚持的要有效。不要担心，我会专门出一期详细的视频讲怎么有效的背单词。另外的25%我建议用在听说训练上，这是在我们传统教育风格里往往是最缺乏的。我在国外就发现这个现象，很多我们中国学生词汇量和语法都非常的厉害，吊打其他外国学生，但是口语就很拉垮。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注重听说练习，不要说 OK 等我学到什么什么水平再去练口语，那就晚了。如果你是小白零基础，可以尝试看一些发音和音标课，窍门是不用一下子一口气看完，而且不会记得，同时会烦死自己。每天主攻几个发音。当时我在学英语的过程中，比如我发音当时看的是BBC 的这个经典教程，每天我就只练2个或者4个音标，重点是需要从单个音再到词再到句去练习。然后重点来了啊，那段时间在学习核心学习资料的过程中，就特别注意纠正这几个发音。我当时学发音，一开始也把纠音放到了日常的学习计划中，对我后期的学习帮助真的非常大。英语纠音的话，国外有个很火的 app， 叫做一个 AI 的 app， 叫做 Elsa Speak。
博数上面也有音标课，好像也可以纠音，大家可以对比看看，国内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纠音的 AI app。现在 AI 口语陪练也开始慢慢出来了，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。如果你学一门有独立拼写系统的语言，比如日韩语或者阿拉伯语，拼写读音这块绝对要在正式学习课文前专门攻破学习。如果已经入门了或者做完了纠音的这一步，可以开始听一些播客或是看一些视频，但是泛听就好，因为你精听的精力用在了你的核心学习资料上，不要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想飞啊，同志们！学语言一开始是要保持和培养兴趣 ，hold 住你的积雪 ，hold 住啊，不要让自己超负荷学习然后放弃，咱们要细水长流。其次呢，泛听听什么？泛听不是放背景音，这跟没听没有区别。泛听听语音语调，抓单词，然后重复和模仿，训练肌肉，不用特意去听懂，听个大概培养语感就可以了。注意啊，不要贪多，你的泛听资料最好有个特定的系列，比如一个初级的法语播客，每天听一集，但是天天都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听它。最后，如果大家有时间，可以看看视频、听歌、看原声电影带字幕啊，不要想飞哈。重点是提升兴趣，不建议一开始用作主要学习资料，因为没有系统性。当你达到中级水平之后，就另外再说。以上和大家说的这个比重的分配，针对新手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思路。如果你有丰富的语言学习经验，而且有自己偏爱的学习风格，都可以以此为参考，灵活安排。你只需要一个背词软件，一个好的字典，一个 pad 或者普通的笔记本和笔。我学德语的时候，当时用的是德语助手背单词，然后到了中级水平，我开始用 Anki 导入自己做口语练习时候的生词表。我听说 Quizlet 也不错，就是背单词的那种闪卡的 app。小语种助手系列的闪卡背词应该可以满足基本的需求，而且可以选相应的教材，和你核心学习资料配套是最好的。单词最好都是配有音频和例句。还有什么好的国内背词软件评论区分享 ，UP 主也想知道，大家可以去试试，然后选一个好的，一个就好，不要贪多，不要嫌我啰嗦。我知道我有点啰嗦，因为我知道有的同学真的很喜欢囤一堆资料、一堆工具。字典的话，小语种的助手系列就不错Pad 如果你的核心学习资料是电子版的，可以用来画重点，可以抄写加深记忆，或者普通的纸和笔也可以，没有什么区别啊。OK， 资料有了，工具有了，接下来这一步重中之重，学习计划就相当于你的10公平面图，你需要设有长期、中期和短期的计划和目标，但是计划和目标的设定需要精确到具体的数字。长期目标不是说 OK 6个月达成 A2、A2， 这个目标其实不够具体，而且方向还是不明确，需要具体到比如说6个月完成一套 A2 的网课，比如120节课，消化相应的单词和语法知识，然后基于这个课程的总数量分配你的中期和短期目标。中期比如说每个月完成20节课，每个星期你需要完成5节课 OK， 每天需要完成1节课，给自己2天的休息时间。这个是个例子啊，具体按大家的个人情况调整，核心是一定要具体到学习量。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够保证完成这个短期的任务，需要反过来调整自己的长期目标。比如你一个星期不能保证学5天，那就学3天，你的长期目标可能就要调整为8个多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去完成这套课程。除非你是赶着考试，学语言的重点不是说要多快到达哪个水平，然后在别人面前嘚瑟，这个只能满足你一时的 ego。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要找到自己的节奏，不要着急。我当时学法语可以1年拿到 C1， 因为我当时1年只学法语，而且住在法国。阿拉伯语需要3年才能达到流利说的水平，而且还比不上我的法语水平，因为确实很难，而且我学习阿拉伯语没有学习法语那样的环境和条件。所以有时候有的网友问我说 OK Zoe， 你说我学1年法语可不可以达到 B2？ 我真心没有办法回答 sorry。 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条件不一样，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重要的，也不要因为过度对比他人而感觉到很受挫。下一步开始整活啊！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？突然要学个什么东西，3分钟热度，资料有了，洋洋洒洒写了个超全面的学习计划，但是搞了几个星期，然后因为工作、因为家庭、因为很多原因就暂停了，然后就说 OK， 下星期再重新开始，然后就没有然后。特别是语言，不经常又很快就会忘记，然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其实学习语言或者任何一门技能，最重要的是养成习惯，不要给自己画大饼，小心吃不消。从最
小的学习习惯开始培养，循序渐进，别上来就每天学它个3-4个小时，学它个天昏地暗，不眠不休。如果你每天能学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，甚至15分钟，但是你每个阶段的计划是清晰的，你只需要专注于完成每天的任务。和大家分享个我的故事啊，我读博第1年很想学波斯语和土耳其语，但是我当时还要做研究，很多 paper 要读，还要学阿拉伯语和德语，我觉得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，我就说是不是应该等到博士毕业以后再学更现实。然后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学习躁动，决定学。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管理了自己的期望值和目标，每天早上我只学15到30分钟，我只学1课。我当时用的是这个法国 Assimile 的语言学习系列，它的概念是每节课15到30分钟自学完成。我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坚持这个学习节奏，然后3个月以后我发现我竟然把这本书给学完了，我积累了基本的单词和语法，下一步我就开始可以找语班练口语了。我到现在可以说这2门语言真的很感谢当初自己脑门一热做了那个决定并坚持了下来。这个经历真的给我很多自学语言的自信，就是相信积累和坚持的力量。第2个要点就是要做到松紧结合，需要设置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，集中学习你的核心学习资料。比如每天早上8点定时学习1个小时，你的学习资料和工具就要摆好在你的书桌上，手机什么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全部拿开啊，集中精力学这1个小时。我当时学阿拉伯语的时候还在读硕士，每天都是满课，还有很多作业。我当时就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学它2个小时阿拉伯语，然后去学校上课。法国冬天的6点钟，那酸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然后当时我的法国舍友就开玩笑说，我一早就在那嘿哈嘿。以前我听到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很 hardworking 很勤奋之类的，很拼之类的这种话，有的人是正常说，就算是赞赏，有时候有的人会带点那种嘲讽的意思，说你们中国人就只知道travailler，只知道工作的意思啊，法国人你们懂的。现在我就觉得勤奋就是美德啊，就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啊，但是还是要学会用巧劲儿啊，用巧劲还是很重要的。说回来，设置一个大块的学习时间，然后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背单词和做饭听，比如说出门散步啦，开车啦，坐公交啦。我就是非常喜欢，我在外面走的时候就是非常喜欢听播客，反复强调不要贪多，不要让自己 burn out， 要有那种学完之后还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我当时每天早上醒来想到可以先学半个小时的波斯语，心里面就觉得很开心。注意这个 routine适合平时需要通勤的朋友，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有更多灵活的时间，可以设置2个大块的集中学习时间，中间休息一下，效率会更高。如果有时间和精力，可以增加学习时间，看一些视频啊之类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基本的 routine 是保持不变的。最后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点，那就是管理心态。首先要意识到学习语言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，不要急于求成。那种3个月零基础到流利的肯定是智商税，肯定是骗你的，肯定会遇到很多瓶颈期。几个方法可以给自己打气打鸡血，保持动力。一是多和学习者交流，大家多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打鸡血。我也会多发视频给大家打鸡血。然后呢，要设定现实可行的目标，随时调整。最后不要怕犯错，犯错是语言学习的必经过程，不怕受挫，做好瓶颈期的心理准备。遇到问题呢，不是抱怨放弃，而是尝试的寻找解决方案，或者是找你邹一姐啊！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大家构建学习的框架和方向。我有一个 idea，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框架在评论写上你要学的语言、主要资料、工具和学习计划，就是做笔记也可以，可以给其他小伙伴们参考，也可以互相交流。我希望把我油管社区那种互相帮助、互相鼓励的风气也带到这边来。我之后会专门出视频讲解如何背单词，如何制定好的学习计划，如何练口语等等等等，到时候都会拆开揉碎，给到具体的实例给大家讲解。大家也可以详细讲讲自己学习遇到的问题，或者哪方面希望我出视频详细解答，请写在评论区，这样我每次准备视频的时候都会尽可能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。希望这个视频帮助到大家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一键3连。 OK， 下期视频再见，拜。博主呢我也会出一些学习，UP 主也很想知道，喜欢的话记得
一键，记得一键3连。